你以为日本就是全球地震的震中了吗？其实，在世界版图上，日本竟然只能排到第二。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排在榜单前列的，竟然还有那些被无数人视为一生必去的顶级度假天堂。当你在南太平洋的椰林树影下享受碧海蓝天时，你脚下的大地平均每小时都在进行着一场致命的颤抖。这里的居民人均日薪甚至不足以抵御一次灾害，却要被迫在最美的景色里承受着最残酷的自然审判。究竟是哪个国家每年要经历超过10000次的地震浩劫？而在那看似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背后，又隐藏着怎样无法逃脱的地质枷锁？大家好，我是微笑。本期视频，我将带你走进全球地震最频繁的10大国度，揭秘那些被上帝诅咒的动荡之地。第10名是斐济，光是听到这个名字，脑海中就会浮现出椰林树影、碧海蓝天的美丽画面。但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梦中的度假天堂，背后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危险。是的，斐济竟是全球地震最频发的地区之一。斐济拥有世界上第2大延绵不断的珊瑚礁群，这不仅是旅游胜地，更是海洋生物的天堂。那为什么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会成为地震的高发地呢？原来斐济恰好位于太平洋板块和澳大利亚板块的交界处，2个巨大的板块在这里不断的碰撞、挤压、扭曲。说起来，这个区域还包括了汤加海沟，那是全球最深的海沟之一。板块在这里以惊人的速度发生俯冲，这种板块运动产生了强大的应力，最终通过地震释放出来。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斐济每年因地震和热带气旋灾害所导致的经济损失高达7900万美元。在未来的50年时间里，斐济有 50% 的可能性会遭遇超过 7.5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以及超过1200人的人员伤亡，还有 10% 的概率会蒙受超过15亿美元的巨额损失和超过2100人的伤亡。第9名，新西兰。在新西兰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高山耸立，湖泊清澈，每一处的景致都仿佛从童话中走出，曾被誉为是世界上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也是史诗电影《指环王》和《霍比特人》的拍摄地。但说实话，这里地壳的脾气其实并不温和，甚至可以说这个岛国的居民几乎天天都在与大自然的威力打交道。这并不是夸张的说法，据统计，从1923年到2024年，新西兰每年都会发生超过14000次地震，也就是平均每天都会有将近40次地震在这片土地发生。虽然不是每一次都能被感知到，但在你生活中的每个小时，脚下都极有可能正在发生地震，那种感觉还是挺奇妙的。当然，也不是每次地震都这么人畜无害。细数新西兰地震历史过去这11年间，新西兰至少发生了110次 6.5 级以上的地震，其中最严重的当属1931年2月3日的霍克湾地震。这场 7.8 级的强烈地震几乎将纳皮尔市夷为平地，导致256人不幸遇难，造成了高达 8.23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在新西兰的历史上，这是伤亡最为惨重的一次地震事件。第8名，墨西哥。在全球地震多发的国家行列里，墨西哥绝对称得上是大自然的摇滚剧场。墨西哥的地震频率确实高得有些离谱，在过去的100年里，墨西哥至少遭遇了125次震级超过 6.5 级的地震，200次震级超过6级的地震，其中有10几次是震级超过8级的特大地震。而在这么多次地震当中，1985年的墨西哥城大地震绝对值得一提。这场 8.0 级的强震瞬间就摧毁了数千栋建筑物，导致了大约1万人不幸遇难，超过20万人失去了家园。最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地震的震中离墨西哥城足足有350公里远。然而，由于当地复杂的地质条件和地震波的共振效应，墨西哥城所遭受的破坏异常惨烈，整座城市看起来就像一片巨大的废墟。有400多栋建筑完全倒塌，还有3000多栋建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当时的场景真是让人心碎。为什么墨西哥总是多灾多难？这要从它的地质构造讲起。墨西哥正好处在北美板块、太平洋板块和科克斯板块的交汇地带。这3个板块就像一场地质版的三国杀，持续不断的互相挤压碰撞。尤其是那个科克斯板块，它每年以大约67毫米的速度向北美板块下方俯冲下去，就像一只不安分的小老鼠，不断地钻进地下，挤压着北美板块的底部。这种激烈的地质活动自然会引发大地震。第7名，中国。
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孕育了灿烂文明的同时，其实还是地球板块剧烈活动的主战场。近100年间，中国发生了高达150次6.5级以上的地震，说它是个饱受地震踩蹦的国度，是一点都不为过。据统计，20世纪以来，全世界因地震死亡人数最多的前10场地震中，有3场发生在中国。1920年，甘肃海原县宁夏的大地震震撼大地，导致27.3万人遇难。1976年的河北唐山大地震夺去了24.3万人的生命，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自然灾害之一。2008年汶川大地震震撼全国，遇难及失踪人数超过8.7万人。这些数字不仅让人心痛，也凸显了中国作为地震高发区的无奈。地震伤亡严重是因为人口众多吗？这可能仅占一部分。事实上，中国陆地面积只占全球的 6.7%， 而人口也只占全球总数的 17.9%。然而，发生在中国的地震却占据了全球陆地地震总数的 33% 左右。这意味着，单从地理角度看，中国妥妥是个地震的重灾区。说起来，中国的地震活动具有显著的东西分区性。以贺兰山、龙门山、横断山一线为界，这条线也是中国1级和2级地势阶梯的分界线。界线以西主要是高海拔的青藏高原和新疆地区，这些地区地震频繁，震级强度大，连片性强。界线以东华北平原一带的地震风险区虽然面积较小，但仍然有一定的破坏性。可以说，中国的地震是大型板块碰撞和大陆分裂共同作用的结果。西部的地震是挤压形成的，而东部的地震则是拉伸引起的。所以说，虽然我们无法完全避免地震，但通过了解这些地震背后的科学原理，我们将能够更好地应对地震带来的挑战，进而减少损失，保护生命。第6名，智利。在地震频发的全球地图上，智利无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存在。它位于南美洲的西海岸，绵延约4300公里的海岸线，不仅赋予了它迷人的自然风光，也使它成为了地震活动的重灾区。智利独特的地质构造注定了它是地震的温床。这个国家正好位于太平洋板块和南美洲板块相互碰撞的边界上。纳斯卡板块每年以大约70毫米的速度钻到南美洲板块的底下，这种日积月累、没完没了的挤压劲儿，到头来总得通过地震这种方式给发泄出来。咱们往回看这100年，智利这块足足发生了162次震级超过 6.5 级的大地震。而在所有这些大地震里头，最富传奇色彩的，那绝对得是1960年5月22日的瓦尔迪维亚大地震。这场地震的震级高达 9.5 级，至今仍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地震，估计经济损失在32到64亿美元之间。这场地震释放出的能量比当年摧毁广岛的原子弹还要大上2万倍，断层带两侧的板块足足交错滑移了20到30米。这次地震不仅夺走了大约6000人的生命，还引发了毁灭性的巨大海啸，海浪最高达25米，波及整个环太平洋地区。海啸的力量之大，让远在夏威夷、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人们都感受到了智利地震的威力。夏威夷和日本分别有61人和140人因此失去了生命。第5名，菲律宾。这个由约7000个岛屿组成的美丽国家，虽然拥有迷人的海滩和浓郁的热带风情，但也因其频繁的地震活动而备受关注。在过去的100年里，菲律宾经历了174次 6.5 级以上的地震。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个群岛国家成了地震活动的热门区域呢？菲律宾位于菲律宾海板块、欧亚板块和印度澳大利亚板块的交汇处，正好处在环太平洋火山带的核心区域。这个火山带也被称为地球的火环，全球约 80% 的地震都发生在这个区域。不幸的是，菲律宾正好位于这场地球拳击赛的中心位置。随着这些板块不断的碰撞和摩擦，巨大的地球引力会在某一刻突然释放，进而引发地震。在菲律宾历史上有几次地震至今仍让人们心有余悸。1976年8月17日，莫罗湾发生了一场 8.0 级的大地震。这场地震造成了约5000至8000人罹难，1万多人受伤，超过9万人无家可归。1990年7月16日，吕宋岛又发生了一场 7.8 级地震，超过1600人在这场灾难中丧生，数千栋建筑物倒塌，经济损失高达100亿美元。第4名，俄罗斯。当人们提起俄罗斯，脑海中往往会立刻浮现出冰封千里的西伯利亚、辽阔无垠的平原和古老的城市，但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同样也是地震频发的动荡之地。
在过去的100年间 ,6.5 级以上地震曾在这个国家肆虐高达212次。众所周知，俄罗斯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横跨欧亚大陆，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太平洋边缘。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分布着多个地震活跃带，其中最著名的就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环太平洋地震带。这个被称为火环的地方，不仅孕育了大量活跃的火山，也成为了地震的温床。俄罗斯的勘察加半岛和萨哈林岛就正好处在这一地震带的核心区域。除了远东地区，俄罗斯西部的高加索山脉地区同样是地震频发的区域。这一带的地震主要是由于欧亚板块内部的地壳运动所引发的。高加索地区的地质构造相当复杂，地壳活动非常剧烈，板块之间的摩擦和滑动持续不断，时不时就会上演一场震撼的演出。第3名，美国。地震是地球不断变动的有力证据，而美国是名副其实的地震活动热区。事实上，美国作为一个横跨多个地质板块的国家，在过去的100年里，竟然经历了多达244次 6.5 级以上的地震。美国的地震活动非常频繁，这主要归因于它独特的地质构造。美国正好处在多个构造板块的交界地带，比如澳大利亚板块，其中最为活跃的要数北美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之间的相互碰撞和挤压。美国的西海岸，尤其是加利福尼亚州，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地震多发区之一。这里存在着一系列诸如圣安德烈亚斯断层等世界上最活跃的断层，每分每刻这个地方都在悄然积聚着地震应力，随时可能引发一场大震。出人意料的是，虽然加州地震频发广为人知，但美国地震最活跃的地方其实是阿拉斯加。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阿拉斯加承包了全球 11% 的地震活动和美国 17.5% 的地震频率。每年阿拉斯加都会经历一次 7.0 至 8.0 级的地震，而平均每13年阿拉斯加就会发生一次 8.0 级或更大的地震。可以说阿拉斯加的地震频率和强度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第2名，日本。这个风光旖旎的岛国不仅有着宁静的樱花和壮丽的富士山，更有一颗躁动不安的大地心脏。日本被誉为地震之国，这绝非虚言。每年全球约 10% 的地震都会在这里上演。而在过去的1个世纪里，日本经历了多达343次 6.5 级以上的大地震。对于日本来说，地震不仅是常态，更是这个国家如影随形的伴侣。日本正好位于4大板块的交汇处，太平洋板块、欧亚板块、菲律宾海板块和北美板块。在这点狭小的土地上，这些板块不断狭路相逢，彼此间的碰撞和摩擦就像一场永无休止的争斗。而日本的地震不仅频繁，它还常常伴随着海啸和火山活动。由于日本周围环绕着深海海沟，每当发生强烈地震时，海底的剧烈运动往往会引发巨大的海啸，形成2次灾难。而日本境内的火山多达110座，频繁的火山喷发同样会引发地震，进一步加剧了地质活动的复杂性。第1名，印度尼西亚。没想到吧，日本并不是地球上地震频次最高的国家，那个由17000多个岛屿组成的印度尼西亚才是今日榜单稳稳的老大。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的数据，光是2022年这一年，印度尼西亚就发生了超过1万次地震，这相当于每天都有30多次地震发生，几乎每隔几个小时就能感受到大地的震动。更让人惊叹的是，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在过去的1个世纪里，印度尼西亚发生了361次 6.5 级以上的地震，5.8级以上的地震更是高达1862次。这种震动频率让印度尼西亚人几乎可以用地震来报时了。说起来，印度尼西亚的地震频发还真不仅仅是板块运动的结果。印度尼西亚有着世界上最多的活火山，火山活动频繁，这些火山与地震息息相关，形成了独特的地震火山循环。这种独特的地质特征使得印度尼西亚成为了全球地质学家研究的焦点。纵观全球地震最频繁的这10个国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地理坐标上的板块碰撞，更是一场关于人类文明与自然威力博弈的宏大史诗。从南太平洋的斐济到亚洲腹地的中国，从北美西海岸的断层到印尼万岛之国的火环，地球用这种最激烈、最原始的方式，向我们昭示着它永不平息的生命力。在这份榜单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深刻的悖论：大自然往往在赐予一片土地极致美景的同时，也埋下了最危险的伏笔。无论是新西兰如童话般的湖光山色，还是智利绵延数千公里的黄金海岸，它们的美丽本质上都是地壳剧烈抬升与撕裂的产物。
这种美丽的代价提醒着我们，人类文明的繁荣其实是建立在极其脆弱且动态的地质平衡之上的。面对每年数以万计的震动，这些国家的历史就是一部不屈的抗争史。我们看到的数字，无论是数千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还是令人心痛的人员伤亡，背后都是人类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的坚韧意志。科学原理揭示了板块运动的必然，但人文精神赋予了我们在动荡中生存的尊严。这种格局观要求我们不仅要以敬畏之心观察地理，更要以全球共同体的视角审视灾难。在板块漂移的宏大尺度下，没有一个国家是孤岛。了解这些背后的隐秘科学，不仅是为了防范未然，更是为了让我们明白，在这个不安分的星球上，唯有智慧与团结才是人类穿越毁灭之门，走向未来的唯一光芒。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全部内容。不知道今天介绍的10个最多地震的国家，哪个更让您印象深刻呢？欢迎评论区告诉我。